好，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解答那个 LeetCode 第934题啊，所谓的最短桥梁。那么这个当中，当然就是用到深度优先以及广度优先两个演算。好，那我们采用的程式语言，当然也是一般所习惯用的 C++。好，那我们先把它里面一个子问题先解出来，它原则上它是在一个二维的阵列上或者一个矩阵上面，由01所组成。那有两座岛，那我们先找其中一座岛屿，假设它就叫岛 A。好，各位好，我们今天来解 LeetCode 当中的一个题目这个是第934题所谓的 shortest bridge 最短的桥梁。那我们当然这个已经有解答了我们的看的人应该也不算太少300多人。那主要这应该是一个矩阵的问题。好，那我们当中所用到的演算方法基本上是深度优先还有广度优先，这两个演算方法都是在一般程式设计当中常用到的一些手法。好，那我们就先切到简报的部分。好，那有关于深度优先与广度优先我们在进入解答之前，我们当然先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那我们先看有关相关的深度优先这个一般来说，这个是常在图形理论或者树状结构里面常用到的一种方式特别是走访的方式。那这边所显示的当然就是广度优先所以从这边开始，然后由左而右，这第0层、第1层，然后再到第2层，再到最后一层第3层。这一般来讲，这是所谓的广度优先的演算。那深度优先呢？深度优先，我们这边刚刚有载了一个在 Wikipedia 上面的一个 GIF 的一个图，它就是以深度来考量所以这个是常常用到的两种演算方式。好，那我们这个问题题目当然是讲得很清楚啦，就是说它给你的是一个方阵所以是一个 binary matrix 所以不是0就是1，这很清楚。那每个格点上1代表的是陆地，0代表的是水。那因为它是格点格点的话，你当然就是说到底怎么算连，这当然是很重要了它这边所强调它是4个方向才算有连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上、下、左、右。那其他像斜上方那些都不算所以它是4个方向的。它也告诉我们有2个岛屿在这个格点上面。
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个0呢，把它转换成为1啊，转换成为1，也就把它变成桥嘛，哈，就是说，请你找出它最小的数字。基本上，你这个也就是它的一个桥的一个长度啊，桥的长度。先把题意做一个了解。那所以从这个题意来说的话，我们的一个步骤大概是这样的：第一个步骤，先把 A 找到哦，所谓的island A 啊，先把它找到。找到了之后呢，我们以 A 这一座岛为基础，然后再往外去扩啊。那一次呢，当然就是距离1的一个范围，慢慢的逐渐往外去扩张。扩张到什么地方呢？扩张到它接触到另外一个岛为止。假设另外一个岛叫岛 B 啊，那所以它的一个步骤大概是这样的。那找岛 A 的方式，基本上2种方式都可以做了啊。那比较简单，当然我们就先用深度优先啊。那当然也可以用广度优先啊，但一般来讲，因为深度优先的话，比较容易撰写啊，然后可以透过递回的方式可以讲程式写很简洁。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呢，因为这边的话可能会涉及到所谓最短路径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要采用所谓的广度优先。好，那深度优先跟广度优先呢，它的差异呢和它的一个概要呢，我们能看一下。好，如同前一章简报我们提到的我们如果要找到岛屿 A 可以深度优先广度优先都可以那这2种做法当然在程式撰写上是有差异的。深度优先的部分当然我们先从某一个起始格开始，所以某一个起始格我们当然先找某一点，它的格点的值呢只要是1就可以了。确定它是陆地就好了，然后开始去找那透过递回的方式好，那找到的格，那我们为了避免重复访问，所以我们再将它改为2。好，那我们因为是主要来讲，它也可以用堆叠啦，但是基本上我们就用递回啦。递回其实就是用到系统的堆叠所以这个在程式撰写上就会容易许多。那我们一般来说，像 DFS 的演算呢，它是比较适合去找一般的连通分量用来整个将它里面 connected component 的所有的点通通都把它走遍。那也蛮适合去找网格当中的岛屿这个是蛮合用的，对于我们的第一个步骤来讲。那另外一个是广度优先广度优先当然也是你要从一个起始格开始，那它是一层一层的它是一层一层的，那当然也是从它邻近的单位格开始那所以原则上呢，你这里需要的资料结构会跟 DFS 不太一样。你需要一般来说你可能需要一个处列一个 Q 这是通常你需要一个 Q。那你要将那些要
等待访问的格先把它放在 Q 里面啊。Q 当然就跟 Stake 不一样啊。Q 的话就是排队嘛啊，所以先进入的先离开队伍。那堆叠的话是先进后出嘛，比较不同。好，那当然也是访问过的去标记嘛。原则上我们都是把它标记成为2啊，或者其他的数字啊。如果是岛屿的话，我们都标为2啊。那如果是你要去找桥梁的话，我们可能就用其他的数字来标记啊，只要能够区隔就可以。那 BFS 呢，它可以用来去找最短路径啊，所以我们这个在解本题目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你要把那个桥梁最短路径找到的话，我们这边当然就比较适合用 BFS 的方式。好，所以这个解题部分呢，这2个演算其实都会用到的。那我们先看找岛屿的部分啊，那确实程式撰写真的是非常容易啊，短短的几行就完成了。那这是我们的2维阵列啊。那假设它的方阵的大小是 n，我们当然，如果你丢任何一个格点进来，你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先检查它是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啊。如果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当然就把它丢出去。那我们所以找到的话，原则上应该是1嘛，1的话是陆地，然后再来就是把它标示为2。好，那因为这个第25行这个部分呢，我们是要打算后面接着要去解后面的要去造出那个最短的那个桥梁问题，所以这边我们必须先把它放在一个 Q 里面。好，然后后面呢，当然就递回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顺序是先右，再下，再左，再上。好，那基本上你只要固定一个顺序就可以啊，并没有说要哪一种顺序啊，只要一种顺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第1顺位、第2顺位、第3、第4。然后我们递回进入之后呢，它当然也会去检查它的条件啊。如果你已经到了边缘了，已经超过的那个我们那个地图的范围呢，当然就直接就丢回来啊。然后你看它是不是1，是1的话就继续啊。所以这个在找岛屿的部分啊，我们当然一开始如果你要快速解答，我们当然是采用深度优先，非常适用的。好，接下来就是要考虑你要去把那个桥梁把它造出来啊，这个是比较适合采用广度优先的演算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要解答的部分啊，我们解答的部分。它原则上，所以前面这边的话，当然我们也可以采用BFS 的方式去解答了啊。原则上就是把这个岛 A 先找到，A 先找到，然后呢，我们假设这个 A 是已经找到了。然后我们透过我们的回圈啊，我们一开始当然就是说你在这个距离当然一开始是0，然后往外扩，往外扩当然是你的方向是我们先右下
所上的顺序啊，一样跟在之前 DFS 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好，所以这边一个一层一层的往外去找，找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它当然是找到当你的达到某一个格点，它的里面的值刚好是1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答案呢就可以传回来就可以把它传回来。好，那其他大部分的情况应该都是在这里其他的步骤呢，其实就是你要看到这边，因为这边的话应该0的话就代表它是水嘛，所以这边导 A 的话它全部是标示成为2，标示成为2。那所以我们第一次回圈，第一次迭代，当然这边你在边缘的当然是-1，我们这边是-1去减 D， 然后这边是-2，那然后再来是-3，大约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好。好，接下来我们切到Deep-C 环境那基本上这边的话，我们直接可以直接在上面测试我们的程式甚至把当中的一些过程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程式这样显示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辨识的这框先把它关掉。那程式的部分，我们那个 Q 我们是把它设为一个全域变数那里面当然就放一个 pair 一个 pair， 那 pair 里面的当中都是 int 两个都是 int。那我们当然先找一个起始点起始点当然就是因为它是方阵嘛，所以我们就双回圈找到了，你就将 ij将它 return 然后形态我们也是采用那个 pair 的方式。那这边呢，我们比较在撰写这个程式当中，我们当然需要一些测试也不是说写一次就完全都正确你需要去看一下演算法，特别是逻辑部分，是不容易出错的那我们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就是将整个所在它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数据呢，我们尽量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将它列印出来看看我们的整个撰写逻辑上有没有任何的一个错误好，再来就是我们 DFS 的寻找岛屿 A 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这边也用 BFS 的方式去写寻找岛屿 A 的另外一个方式那这边的话当然很清楚，你就是额外需要一个 Q 那我们这个 Q 有2个，这个小 Q 呢，当然就是在这个寻找岛屿 A 所用到的那个大 Q 呢，当然是我们已经是把它定为全域变数大 Q。好，那这个部分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缩起来然后重点是找出最短的桥梁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 submit 过去的，大概主要是这几个部分但我们里面有添加了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在这用for回圈的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是在回圈结束前，回圈结束前呢，我们将它的低值列印出来，那同时呢，将目前所绘制的地图的情况、网格情况，让它列印出来。同时在这里面呢，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 Q 所以说在每一层，我们其实都是用一个新的 Q 去装，所以我们这边就写 Q2，那你上一层这一层要结束了，这次迭代要结束了，所以在结束之前呢，我们就将新的 Q 去取代旧的 Q。好，我们的大概那个结构是这样的。好，我们这里测试的，当然这边是它里面的 test case 那 test case 里面有几个比较简单的。好，那另外呢，我们自己也造出一个10乘10的一个方阵那我们这里面有4个点呢是1分别它的坐标是12、89、88、87。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一个执行的一个概况。好，所以它里面的 test case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它回传回来的最后你要传回去的资料，其实它的整个的那个格点的一个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是那个比较大10乘10的那个部分，当然这是我们的岛 A， 就一个点，那距离它是1的水面都标示为-1，再来是-2、-3，一层一层的往外扩，-4、-5、-6、-7，一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会触及到另外一个岛屿呢？一直要到-11的地方，-11的地方。所以你那个岛屿，你那个桥梁最短的长度是11。好，所以从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解题的整个过程。好，那有关于 submitted 有关于那个网络解答的情况，我们在这边我们也做了一个描述好，那我们这边我们也执行一次好了，用它现有的 test case 去执行就可以。好，那就先到这边吧。